各位健康之道的好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蔡志玲，大家平安健康。如果你现在年纪在60岁到80岁之，或者你家里有长辈在这个年龄段，请你一定要认真听我今天要讲的话。从现在开始，千万不要再把多余的钱全部往银行里存了。我这样说不是在开玩笑，也不是要吓唬大家，这是一件关系到你未来10几年，甚至20年生活品质的大事，关系到你生病的时候有没有足够的钱得到好的治疗，关系到你辛辛苦苦一辈子存下来的养老钱到底能不能真正养老。你可能觉得钱放在银行最安全，但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很多人还没意识到的真相，这种安全正在悄悄吃掉你的钱。如果你觉得我讲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一定要按下订阅按钮，打开小铃铛，这样你才不会错过每一期重要的分享。也请大家在影片下方留言，说说你的想法，顺手给这支影片点个赞，让更多需要的人看到。我们先来面对一个谁都躲不掉的现实，钱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值钱。这句话你可能听过，但到底有多严重？我们来算一算。你回想一下，20年前，如果你手上有30万，在我们家乡那种2、3线城市，可以买一套地段很好的房子，可能还能剩下钱来装修。但是如果你当时觉得稳妥，把这30万存进银行，存个定期，到今天连本带利可能变成了50万左右，数字上看多了20万，好像赚了，对不对？但你去现在的房子看看，同样的城市，同样的地段，这50万可能连一个像样的卫生间都买不到了。这就是问题所在，你存折上的数字变大了，但这个数字能换来的东西，不管是米面油盐，还是看病吃药，还是住的地方，却大大缩水了，缩水的速度快得吓人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我们要懂一点背后的道理，很简单，当社会上印的钱，流通的钱增加的速度，比我们生产出来的东西，提供的服务增加的速度还要快的时候，每一块钱能代表的实际价值就被冲淡了。就像一杯糖水，不断往里加白开水，甜味就越来越淡。这个过程对我们已经退休，主要靠固定存款生活的老人家是最吃亏的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像年轻人那样，通过加班，通过换工作来增加收入，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钱包里的钱变轻，这种感觉很被动，也很无力。现在银行给的定期存款利息是多少？普遍就在 2% 到 3% 之间浮动。可是你回头去看看，我们每天去菜市场，青菜萝卜涨了多少？去药店买一盒常备的药，比去年贵了多少？水电煤气费，哪一样不是隔一阵子就调价？这些日常生活开销的增加速度远远超过了 3%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你把钱存在银行里，每年拿的那点利息根本追不上东西涨价的速度。你表面上没有损失本金，还拿了利息，但实际上你的购买力，你这些钱的真实价值，就在这存钱的过程中一点一点被吃掉了。你以为你把钱放进了一个保险箱，其实这个保险箱有个看不见的洞，你的财富正从这个洞里慢慢漏走。我们还要看清银行的本质。银行是什么？它首先是一家要赚钱的商业公司，它不是慈善组织，也不是政府的福利部门。它是怎么赚钱的呢？它用比较低的利息，比如 2%， 把我们的存款吸引进来，然后转身用比较高的利息，比如 4%、5%， 贷款给要开工厂的企业，或者要买房子的年轻人。银行赚的就是中间这个差价。所以我们老人家省吃俭用存进去的养老钱，实际上是在帮助银行赚取利润，维持他们豪华的办公大楼和员工的高薪。而我们自己作为这些资金的提供者，却在通货膨胀里默默承受着财富的损失。这种损失不会体现在你的存折数字上，它只会体现在今天你去买同样1斤猪肉，要比去年多掏出好几块钱。除了钱变薄的风险，长期存款还有一个要命的问题，叫做流动性风险。说白了，就是当你急需要用钱的时候，这笔钱能不能马上变成现金拿出来？我们60、70岁的人，身体机能不比年轻时候，谁能保证明天不会突然头晕摔倒，或者哪里不舒服需要马上住院？家里万一有个急事，孩子需要周转，你需要一大笔现金怎么办？如果你的钱全都锁死在3年、5年的定期存款里，你就会陷入两难境地。要是你硬住头皮提前取出来，
银行只会按活期利息算给你，那可能连 0.5% 都不到，之前存了好几年的定期利息就全部泡汤了，白存了。还有更极端的情况，万一遇到银行系统升级、假期，或者有什么特殊的资金调度规定，你可能没办法第一时间把钱取出来，但是医院缴费窗口不会等你，急救手术更不会等你，所以把所有的身家性命都压在一张定期存单上，等于给自己未来的生活埋下了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响的炸弹。我们必须明白，到了这个年纪，生活的容错率非常低，一次用钱的失误就可能让生活品质直线下降，甚至拖累整个家庭。现在的银行跟我们年轻时候的储蓄所已经完全不一样了。你走进明亮的大厅，那些穿着制服、笑脸相迎的客户经理，他们本质上是背负销售任务的业务员，他们的薪水、奖金跟他们能卖出多少理财产品、保险产品直接挂钩。所以当他们看到一位手里有积蓄的老人家时，眼睛可能会发光，他们会非常热情地给你推荐一些收益高达 5% 以上、保本保息的理财产品，或者是一些既有分红又有医疗保障的保险。很多老哥哥老姐姐因为相信银行的招牌，看都没仔细看就签了字，等到孩子发现不对劲的时候，才发现这些产品有好几年的封闭期，根本不能动。如果想提前退出来，要扣掉一大笔手续费，本金都会亏损。这种因为不懂，因为信息不对称吃的亏，在我们老年朋友中太常见了，而一旦发生，后果往往非常严重。我们一定要搞清楚，银行大厅里卖的并不都是银行自己的存款产品，很多是帮基金公司、保险公司代销的。这些产品本质上是一种投资，它不像存款有国家法律规定的存款保险保障，50万以内一定赔付。这些投资产品是可能亏损的，而且亏了就得你自己承担。我们这个年纪，面对厚厚一叠充满专业术语的合同条款，哪里有精力去分辨清楚？那么到底该怎么办呢？我在这里给大家提供3个实实在在的财务策略，你听完就可以开始着手调整。第一个策略是给自己筑一道防火墙，也就是准备一笔紧急备用金。从今天起，别再把所有的钱混在一起，更不要全部变成定期。你需要单独划出一笔钱来，这笔钱的数目大概要够你和老伴一年到头所有的生活开销。比方说，你们俩一个月吃饭、水电、买药、坐车等等加起来要花5000块，那你就需要准备6万块钱作为雷打不动的紧急备用金。这笔钱不图它能生多少利息，它唯一的任务就是安全和随时能拿到。你可以就放在银行的活期账户里，或者放在银行手机 APP 里，那种叫货币基金的产品里，像余额宝那种，风险极低，要用钱的时候几分钟就能转到银行卡上。有了这笔钱垫底，不管突然生病还是家里有什么急事，你心里都不会慌。这笔钱的意义就是让你牢牢握住生活的主动权，不在意外面前毫无还手之力。第二个策略是去找那些能帮你对抗物价上涨的资产，在留好救命钱之后，剩下的资金我们要让它动起来，进行多元化的安排。如果你追求极度的安稳，那么国债是你最好的朋友。国债是什么？就是国家向你借钱打的欠条，它是由国家信用做担保的，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安全的金融产品了，比银行存款还安全，而且利息通常比同期的银行定存要高一点点。关键是它能锁定一个长期的利率，不管将来市场利率怎么降，你买国债时约定好的那个利息是不会变的。这个特性对我们求稳的老年人特别友好。如果你的经济基础再好一点，还可以考虑配置一点会下金蛋的鹅，也就是那些经营特别稳定，每年都愿意拿出大量利润分红给股东的优质大企业，比如说那些大型的水电公司、高速公路公司，或者就是经营稳健的大型国有银行。这些公司每年赚钱很稳定，并且会把利润的一部分用现金的形式分给持有他们股票的人，这个分红率经常能达到 5% 以上，比银行利息高多了。持有这些资产，就等于你的钱参与到了社会最优质的生产活动中，能分享到经济成长的利润，这样才能真正对抗物价上涨的压力。我们要记住，真正的财富增长来自于拥有能产生现金流的优质资产，而不仅仅是守着存折上一个孤零零的数字。第三个策略是配好纯粹的保障盾牌，
也就是保障型保险。对我们老年人来说，最大的财务威胁往往不是平时的柴米油盐，而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。一旦住进 ICU 重症监护室，一天的花费可能就是几千上万块，一场大手术下来，几十万的积蓄说没就没了。这不仅会掏空你的养老本，还会给子女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。所以，我们必须用保险这个工具，把这种极端的风险转移出去。但请注意，我说的保险绝对不是银行推销的那种带分红、带理财功能的保险，而是纯粹的医疗险和长期护理险。第一个必备的是100万医疗险，这种保险每年保费不算贵，但能给你提供几百万额度的住院医疗费用报销。有了医保报销之后，自己需要付钱的部分，大部分可以由保险公司来承担。这就相当于你每年花一笔确定的能承受的费用，去堵住那个可能出现的无法承受的财务窟窿。如果你身体条件允许，还可以考虑长期护理险。万一将来因为年纪大了，行动不便，需要请专人长期照顾时，这个保险可以按月给你支付护理费，让你能请得起专业的护工，维持基本的晚年尊严和生活质量，而不必完全耗尽积蓄，或者把所有压力都压在子女身上。我们需要往深处想一想存款这件事情的本质。在现在这个经济大环境下，过度的依赖银行存款其实是一种很被动的、消极的理财方式。随着全球可能进入一个利率长期走低的周期，银行存款的真实收益率，也就是利息减去通货膨胀率，很可能会变成负数。对于我们这些已经没有劳动能力创造新收入的老年人来说，每一分钱的损失都是不可挽回的。我们不能只看存折上冰冷的数字增加了多少，更要看这些数字能换回来多少斤大米，多少盒救命的药。如果你现在的财产100%都是银行存款，那么你其实正在进行一场风险很高的赌博，赌的不是本金消失，赌的是本金的购买力不会被时间一点点蒸发掉。要应对这个风险，我们必须打破过去那种存钱就是理财的老观念。我们要学会给自己的钱分类，哪些是短期内要用的，哪些是留着养老的，哪些是防备大病的，把它们分开来处理。在实际操作的时候，很多老朋友会担心理财产品太复杂了，我学不会。这种担心我非常理解，但正因为这样，我们才更需要去了解一些最基本的金融常识。你不需要去研究什么股票 K 线图、期货、外汇那些高风险的东西，你只需要弄明白什么是国债，什么是货币基金，什么是纯保障的医疗险。这些工具的操作难度其实一点也不比去银行柜台存定期高。比如国债，现在在银行柜台就能直接买，流程很清晰。货币基金在各大银行的手机 APP 上都有很显眼的入口，点几下就能买。至于医疗险，只要你耐下心来，认真看看合同里哪些情况不赔，报销比例是多少，选择那些名声好、实力强的大保险公司，你就能给自己建立起一道坚实的经济防线。我们不能因为害怕新事物、害怕复杂，就拒绝学习和改变，因为拒绝进步的代价，就是我们辛辛苦苦攒下的财富持续缩水。社会在往前跑，银行也在不断变化。现在的银行已经从简单的存钱取钱的地方，变成了复杂的金融中介。我们必须心里有数，银行工作人员给的建议，并不一定总是从我们客户的最大利益出发，很多时候是从他们自己的业绩考核要求出发的。这就要求我们自己要有独立判断的能力，不要因为对方服务态度好，端茶送水就轻易点头买产品，不要因为对方送你1桶油、2袋米，就把自己的大额资金锁定好几年。我们要时刻提醒自己，我们要保护的是一辈子风里来雨里去才攒下的活命钱、保命钱。这种钱必须放在最稳妥，同时又最有效的地方。如果你觉得自己确实搞不定这些配置，可以寻求真正独立的理财规划师的帮助，或者一定要和子女坐下来好好商量，让他们协助你完成资产的优化调整。除了上面讲的3个核心策略，我们在生活中也要注意管理好开销。在60岁到80岁这个阶段，花钱要更加理智，追求健康，千万不要盲目去买那些价格昂贵却没有科学依据的保健品。这些开销常常是家庭财富悄悄流失的一个大漏洞。把这些冤枉钱省下来，投入到真正有价值的医疗保险里，
或者充实你的紧急备用金产生的实际效用要大得多。我们要树立一种现代科学的养老观，养老不仅仅是手里有存款数字，更是手里有能随时变现的钱，有能跑赢物价的钱，有能覆盖大病风险的钱。只有通过科学的资产配置，我们才能在未来的岁月里保持那份从容和安心。我们还要考虑到家庭财富传承的问题，很多老人家疼爱孙辈，想把钱留给他们，于是就把大笔钱存成银行定期。可是你想过没有，如果这笔钱在存银行的10几年里，因为通货膨胀，购买力损失了一半，那你对孙辈的这份爱意其实也跟着大打折扣了。相反，如果你用一部分钱去购买国债，或者持有那些高分红的优质公司股权，不仅你在世的时候能享受到稳定的现金流，将来把这些资产传给下一代的时候，他们依然是有生命力、有价值的资产，这才是对子孙后代更负责任的做法。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，不要被过去那种把钱藏进罐子埋地下的旧思维给束缚住了。在这个特别的时代，让我们资产保持活力，就是在保护我们晚年的生存质量和尊严。我们老年人这一生不容易，前半辈子为家庭儿女辛苦奔波，到了晚年攒下的养老钱千万要守好。如今银行不再只是存钱取钱的地方，我们得学会自己做财富的主人。第一步，把救急保命的钱单独拿出来，放在灵活的地方。的二步，将养老的大额资金配置到国债或能持续分红的稳健资产里，让增值速度赶上物价上涨。的三步，配足医疗和护理保障，守住财务底线，不让一场病拖垮全家。把这3笔钱安排好，晚年才能真正高枕无忧，笑得开心。希望每位老年朋友都行动起来，检查自己的银行存单，认真思考钱的规划。我是蔡志霖，健康之道专为中老年朋友服务，希望每期内容都能实在的帮到大家，哪怕只是避开一个理财陷阱，或多省下1块钱。若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启发，请分享到家族群，转发给老战友、老同事、老同学，提醒还在把所有钱存定期的朋友，帮他们也是在帮我们自己。让我们一起有智慧、有尊严、富足踏实的老去。如果你觉得有道理，请点赞、关注并订阅，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在银行的经历，大家互相交流提醒，积累防范风险的经验。感谢陪伴，下期再会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平安喜乐，晚年幸福。